歡迎來到新聞頻道，明星們很高興您訂閱了該頻道。楊紫肖戰再度合作，是共贏還是兩敗俱傷？我更傾向於把這件事看成一次高熱度試探，不是單純的甜蜜重逢。楊紫拿到白玉蘭最佳女主角，肖戰拿到最佳男主角提名，兩人都在往外撕掉只靠人氣吃飯的標籤。問題也正落在這裡。二搭當然有聲量，可聲量越大，風險也越難藏。楊紫這幾年最明顯的變化，是她把戲路一點點往生活感裡收。她從家有兒女被全國觀眾記住，後來一路走到香蜜沉沉燼如霜親愛的、熱愛的，再到長相思國色芳華，挑的題材越來越寬，但人物氣息沒有散。哪怕演到仙俠，他身上還是有那種很容易讓人靠近的鬆弛感。這個路子看着不炫，實際很難，因為他靠的是細節，不是外殼。生命樹把這種變化推到了更硬的位置。他演高原女警白菊，拍了188天，減重、素顏、學藏語，長鏡頭一拍就是7分鐘。這個角色最後也把他送上了第31屆白玉蘭獎的領獎台。他從2017年《歡樂頌》提名女配開始，之後又在2024年《長相思》、2025年《國色芳華》、2026年《生命樹》連續入圍，4次碰門，終於把獎盃拿到手。他在台上說：“這個獎盃一定不是我的終點。”這句話很穩，也很像他這條路的寫照。肖戰的轉向更像是往難處走。爆紅之後，他沒有一直圍着流量轉，而是把自己送進了話劇場。2021年，他接下來盛川導演的《如夢之夢》裡5號病人這個角色，外界當時並不算完全看好。胡歌演了多年，分量太重，接手的人壓力可想而知。可武漢公益專場那場8小時演完，沒有 NG， 也沒有重來，台詞、身體和情緒都得一口氣扛住。到了後來，他在影視裡再碰《藏海傳》，那種表達就明顯厚了一層。《藏海傳》也讓他在2026年第一次進入白玉蘭最佳男主角提名名單，成為入圍的90後男演員之一。雖然最後沒有捧盃，但提名本身已經說明行業開始認真看他的角色完成度，而不是只看他有多少粉絲會守着屏幕。對一個從偶像劇路徑走出來的人來說，這一步不算輕。也正因為兩個人都在往作品說話上擠，二搭才會顯得格外敏感。楊紫有扎實的劇粉盤，肖戰有極強的粉絲組織力和話題號召力，這兩股力量疊在一起，傳播速度會非常快。只要有合作消息，哪怕只是同框畫面，討論就會迅速放大。對平台和品牌來說，這幾乎天然帶着流量加成。熱度不是加一層，是直接疊起來。資本會喜歡這種組合，也不難理解。雙頂流一放進項目裡，先天就能帶來關注度。招商、宣發、預約、開播前後的討論空間都會被拉滿。問題是，這種安全感很容易讓制片方誤判，以為只要名字夠大，別的地方就能少花一點。可真正的風險常常就出在這裡。演員越貴，製作越不能縮，否則最後被反噬的不是流量，是成片。片酬壓力就是第一道坎。兩個人都在一線，合在一起很容易吃掉大頭預算。行業裡對總演員成本和單個主角佔比都有紅線，賬面上看着能立項，落到執行時卻經常要在別處找補。最容易被擠壓的往往是編劇、服化道和後期，前面省下來的錢，最後都會在畫面裡露出來。這也是為什麼很多高期待項目，最後反而更怕名氣夠，質感不夠，番位更麻煩。楊紫和肖戰的分量太接近，誰排前誰排後都不是小事。前車之鑑已經夠清楚了，
像長生谷開機時，虞書欣和侯明昊就因為番位鬧過很大的動靜，粉絲直接把情緒頂上去。劇方最後還得拿動態平番去穩住局面。放到楊紫和肖戰身上，體量只會更大。一旦撕開，影響的就不只是評論區，而是片方後面一整串安排。還有一層更隱蔽，兩個人現在都在努力甩開流量標籤，這時候如果再來一次強綁定，尤其角色關係還很近，觀眾很容易把他們重新鎖回上一段合作的記憶裡。短期內是好嗑，長期看卻可能稀釋各自獨立角色的辨識度。更現實一點說，如果作品本身沒跟上，最後被放大的往往不是合作本身，而是熱度吃完了這類說法，那就很傷。所以，比起直接把兩人塞進同一部戲裡，眼下更穩的路其實很多。配音合作最輕，能同框又不必正面對戲，單元劇也可行，名字能放在一起，劇情又能切開，錯峰宣傳也更靈活，前後記、特邀、公益活動，熱度都能接上，但不必硬碰硬。再往後一點，等兩個人的主流代表作更穩了，那個時候再談合作，含金量會比現在更高。你要問我怎麼看，我會說，楊紫和肖戰這條線，最值錢的未必是立刻二搭，而是先把各自的路走得更扎實。